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10月21号到10月27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统一入股 PC Home 网家成为最大股东。PC Home 在10月23号晚间公告，通过私募普通股案，由统一集团认购，并成为最大的单一股东，已经取得2席董事席次。统一先前已经收购了奇摩电商，并且在本年之内又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操作，我相信未来必定会有惊人之举。第二，微风集团布局综合电商。微风集团推出的微风线上精品，现在要引入更多的厂商，将商品数量持续扩展，并且让这个线上加线下的业绩再创高峰。那他们现在的客单价是 1.5 万新台币，这很夸张哦。当然比一般的品牌电商还要高非常的多，但它是微风啊，它有很大的牌子，它也有很大的上升空间。3，网红被超哥赶走，真相超反转。就2个知识型网红啊，跑去超哥新开的铁板烧拍片，然后被赶出来。那他们现在发现，他们有先打电话去，然后店家本来就不允许拍，但他们还是硬要拍。这影片出来以后就被延上了，那也拍了一支道歉影片。这样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Tony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10月21号到10月27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统一入股 PC Home 网家成最大股东。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标题叫做统一入股 PC Home 网家成最大股东，电商界复仇者联盟来了。就 PC Home 在10月23号晚间公告，董事会决议通过私募普通股案，引入统一集团参与认购其私募普通股，反正就是买他股票变股东就对了。那统一已经成为网家最大的单一股东，并且取得2席的董事席次。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这应该是电商界近期最大的新闻统一在收购奇摩电商以后，又入股了 PC Home。那当然市场上会出现一股嘲笑的声音说什么统一自己电商做的又不怎样还买2间这要死不活的公司那等着看戏。但我想一想就统一绝对在下一排很大的棋，因为他最近的动作真的都很多，而且都是布局还没到收割。我列给你看，以下是时间轴全部都是今年来，2月投资雅虎电商，7月并购雅虎电商，8月砸100亿盖物流中心，9月跟 Meta 合作交货变，10月入股 PC Home。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笔的投资案那跟 Meta 的合作就不用讲了，这种国际大型公司的合作案，绝对不是说你一个小 PM 你就可以发动的，应该都是层层审核才有办法通过，而且也不可能说就那个小打小闹啦所以你光看这个时间轴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大家不简单。我们就静观其变吧，统一台币战士他就有钱嘛看看他能推动什么格局这样。第二个新闻，微风集团布局综合电商来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它标题叫微风集团布局综合电商，明年扩大品项拼成长。微风集团2020年成立电商平台微风线上精品，2020就成立到现在一段时间了，现在逐步发展成综合型电商，明年又要扩大品项，并看好整体营运将持续成长。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宣传稿，没什么。那我注意到的是这个里面的一个数据还蛮猛的那跟大家拿出来分享。他说微风线上精品目前有6000家厂商进驻，商品数量从开战的时候的5万件扩增到现在的40万件，然后客单价维持在新台币 1.5 万元，客单价1万5这夸张你要看一下虾皮客单价多少。虾皮客单价我记得听那个人家开会的时候讲过，他虾皮他自己估大概是300到500，对，客单价1万5不愧是微风啊，这个客单价超级高。但我又转念一想，你是微风全台最顶级的百货客单价1万5，好像有点不符合你的身价。你看那个微风精品专柜，你走进去再走出来，这样要花多少钱那到电商这个客单价就严重的下滑。所以我猜它线上业绩还是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看它要怎么去拐那个贵妇我讲拐贵妇不好听就是要怎么去策动那些超高单价的行销专案
然后线上卡给他刷下去，这个可能是比较有难度的，就是你要这些贵妇愿意在线上买单，而不是在实体门市去享受那个尊荣服务小蛋糕、咖啡、VIP 厅室什么的，真的要想一下要怎么做出差异。那你说最万用的折扣大法，对于这些贵妇们好像真的也还好，他们重点是要买到，不是说要买便宜嘛，有很多那个限量款或什么有的没的。第三个新闻，网红被超哥赶走，真相超反转就是我们超派人生那个超哥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2个网红跑去超哥新开的铁板烧店用餐，然后被店家报警，被赶出来这样。那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拍成影片后来发现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打电话，然后店家已经拒绝拍摄，结果还是跑去拍这个应该可以讲是谁，因为他的 YT 名称蛮符合的这个 YouTuber 叫做 Danny 林，低能林林也叫小嘴真的是低能。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的，就知识型网红，然后就跟你说不行了，你还硬要拍，现在搞到要出来拍道歉影片那走那个 Toys 的那个有争议就有流量大法，是不是？真的是很瞎然后他们讲说为什么其他人可以拍为什么这打电话来问就不可以不是你凭的叫低能力，是我也会怕，好不好谁知道你要怎么拍我们就先不论为什么不行，允不允许拍摄本来就是人家店家权益嘛，他本来就可以禁止你拍摄，然后你也明确被告知不行了，那你还硬来拍？那我问你嘛，如果你是当时的店员，你是不是就一定要去阻止他嘛？不阻止的话，一定会被店长电嘛？不然超哥就会出现了嘛？那搞不好工作就直接就没了。那 YouTuber 为了自己的流量，把人家工作搞没，我跟你说，他到现在还不觉得自己有错，他现在只觉得说，为什么不能拍？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有没有歧视什么？而且你看，搞这一波流量也没有涨啊，对啊，这个真的还好。我这个截图给你看，他的那个小嘴YouTuber 的订阅人数还在2160位2160位，那影片次数是12万次观看而且后面2支的观看也都没有破万就分别是我截图的当下6天前5234次，18小时前246次，就这样，订阅人数也是偏低然后我点进去影片里面，全部的人都在酸你，这样你有比较爽吗？我说的留言区讲了，我们整理一下10月21号到10月27号3件电商大事。第一，统一入股 PC Home 成最大股东；第二，微风布局综合电商；第三，网红被超哥赶走，真相超反转。讲八卦讲八卦。我今天讲这个八卦跟电商比较没有关系比较像是我们这样在社会上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是讨论一下这个超派人生这个超哥超哥现在的形象大家都知道，之前打人嘛，打 Toys 嘛，然后开店就一直倒嘛，然后最近又有一些网红出来酸他，什么鸡排店的也倒，加盟主也纠纷，然后铁板烧，然后什么寿司店触犯，好一堆，反正开什么倒什么被人家酸，他富二代，然后怎样，然后他本人也非常的，你要怎么讲，就狂妄炫富，然后狂妄，然后听到人家在诋毁他，就是那个流氓的做派又摆出来了甚至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偷脚踏车，这是人生的经验，什么就表示价值观怪怪的好，那我们今天也不要站在批评的立场批评那一堆人比我更酸比我更凶。那我来讨论一下，他是不是富二代？是。他是不是钱很多？是。应该比一般绝大多数人还多。他是不是很勇于投资？是。为什么？他自己就不是铁板烧师傅出身嘛，他自己就不是日料师傅出身嘛，所以他一定是怎样跟那边合作。他也不是炸鸡排出身嘛，跟他合作，他很勇于投资的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 mark 起来勇于投资。那富二代的情节，我相信你身边亲朋好友，或是你工作经历、学校，你都有遇过富二代同学或是同事。富二代，我当然有几个朋友那他们普遍的那个已经不是抱怨那比较像是一种心理的阴影，就是被他说只会花钱不会赚钱被亲戚朋友说你刚刚要开几年你够会啥，就这样这就是阴影那非常多的富二代很容易走歪，就是干反正大家看不起我，他妈那我就游戏人间，好，这是一种选择。我们也不要怪人家因为要有他们去刺激消费甚至你有专门做这种富二代的生意那也是不错的事情。好，比方说连胜文剪一颗头，那个发型看起来还好，剪一颗头
要3000多要1万多，我会说我们要鼓励这种行为，你必须把那个市场中消费的金字塔拉出来，最顶的那个价格也要一路往上，底下才有办法跟着往上。好，所以有钱人的消费就让他们去消费，好，那对产业消费来说都有促进的作用。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超派人生我最看重的是他勇于投资。为什么他会勇于投资？因为一样嘛，就被家人、亲戚、朋友看不起嘛。而且听说他不是有一个家人他妹妹吧，超优秀，就非常的优秀，跟他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超派人生也有一点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我告诉你，他心里想要的是还是做出成绩，做出成绩亮瞎当初酸他的人的狗眼不然去投资干嘛？投资出来被他笑，不会有这种起心动念。好，所以身为一个你在看这支频道就电商从业人员好了我告诉你，你要把握这种人，你要真的去认识，真的去结交这种人，然后真的叫他投资你就这样直接开口投资我有没有成绩我不敢说，因为这是创业。但是你看我的 proposal， 那比那些莫名其妙来蹭你资源的来那个一起花天酒地还好多了吧？我是真的要干事情啊。然后我现在去谈银行贷款，银行不贷给我，然后我去怎样，那个风险太大。那如果你投资我的这个东西像是个零钱的话，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反正你就不要讲是你投资的嘛。等到我们成功了，轰轰烈烈一场记者会，就这样富二代是很买单这种行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我是没有拿过那个人家富二代投资的钱，但是他们都很主动很积极，就是希望说你要不要做点什么生意，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投你之类有没的，真的是被这样子讲。那甚至有一段时间认识比较熟的富二代，我跟你说我们这种专业人士然后又不是那么的木讷，就是不是那种研发工程师坐在那边整天不讲话，几乎没有社交我们就平常还是会有 social 吃饭或干嘛。那个富二代对我们这种专业人士是很求财若渴的为什么？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是花他的钱找他花钱玩乐或什么，但你一提到做成绩这件事情就没有了那不是同个圈子。那他们会来找你，他不是说什么你要说利用也行但就是他看上是你一生的专业技能跟经验，他说就来投资就来做就这样钱来赔就来赔这个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好，那我们这种电商从业人员，我们就不是坏人嘛，对啊，如果我们是坏人，我们应该去做诈骗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辛辛苦苦的这么脚踏实地苦干实干，要慢慢把它干上来。对，所以我们就不是坏人。那我们现在想要有一个新的牌子创业，真的可以去找富二代，甚至应该说你平常去参加一些商会去那个朋友有什么揪有酒局或是什么那你判断一下可以去你就去，不是说玩乐，而是说你去认识那些富二代。我告诉你，你想认识富二代，富二代更想认识你，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们身边没有这种资源，真的没有这种资源通常是这样，都是有第三人介绍，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做电商很厉害要不要认识一下？好啊，什么时候？就这样好，然后你就认识，然后就跟他分享自己做电商，你就讲你的专业就好了。好，讲久了他要是觉得你可以，就你至少给人的感觉是靠谱的嘛。你不要说出来就说我跟你讲，有一个超赚的项目，安诺屁这东西要听太多了。你就说，我现在做那么久，我观察到一个市场的缺口，来你看就是我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平台的客单价某平台是这个钱，某平台是这个钱，某平台微风是15000，它少了中间6000到8000的成绩就没有。换句话说，有一群人他就是有钱可以花，可他没有地方花。微风对他来讲，他太贵，他又不想要买虾皮。那这个人的数量不会多，但我们可以来尝试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把它经营起来的话，这个业绩也不会大，但它就是很稳，细水长流这样就是一个小而美的生意那我最近可能会开始有所行动不然我有什么进度我再跟你报告。你也不用跟他要钱，你就这样讲就好了。然后日后每2周跟他讲一下这个专案目前推动到哪里，然后有打出什么样品就给他看，就这样他就会投资就这样。为什么？因为整个你让他感觉是很靠谱的行为，你不是说一上来就跟人家谈意来意去然后他就会问你说那你要多少钱，就这样。我也被问过他说那你做这个生意刚开始至少要3000，我说应该是不用，我们这种金石创业出身的这个30-50就要先弄出 prototype 那之后要放大
再放大，我们初期不会去花那个钱。你这样一讲他更有信心哦，这真的3000反而都是人家投资方在那边积极，为什么？他们很想要出成绩哦，那个也是晚上喝酒的时候在那边讲哦，很想要出成绩，可是身边就没有这种资源，身边就是来花他的钱的哦，不管是女人啊还是朋友啊哦，就很奇怪啊。一提到专业，没有什么人，他身边那一圈人没有什么人有这个专业啊。那你只要有专业，然后你又不是他的朋友，他就觉得很棒，他也不想跟你称兄道弟哦，他就想要一个专业人士来帮他打理这个东西。我怎么样跟你描述那个富二代心理的情节哦？一辈子活在那个阴影之下哦。但我看到的是创业者的机会，就是说你创业者哦，你真的去结交跟认识富二代，然后讲你的东西。3个5个富二代哦，就会有人投，就会哦。为什么？因为他给你个50万、100万的启动资金来说，这对他来说就来试嘛，钱就丢到水里就丢到水里哦，他自己都不觉得怎么样，他也没有让你一定要成或是什么，但你就有了初期启动资金，可以去做一个 prototype 哦。那之后如果要放大，成绩报给他，那个钱就会一直来哦，就是这样啊。只要失败就失败。你要维持一个心态，就是我说身为创业者，就是说失败这真的是常态，我们是在海量的失败当中去寻找渺茫的成功，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一做就要成这种事情哦，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应该要用很低的钱，比方说30万哦，去做一个甜点品牌，那哪有多难啊？好，我一讲到这里又有人要跳出来，品牌经营怎么会是你说的那样嘛？就没有嘛？就我们怎么不知道？对啊，就是外面画一个 logo 30万，钱就不是这样花的嘛。那我们就是很精实的做出一个 prototype。OK， 如果中了之后才进入加码的环节。好，那如果投了30、50，30够了啦。如果你要做一个甜点品牌的话 ，IG 哦，然后那弄一弄，跟那个官网弄一弄，初期该种草，然后产品设备弄一个小型的样间哦，你要打出 prototype 而已，就原型了哦。够了啦哈，那我们就来试嘛，就这样。换句话说，150万可以让你试5次，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胜率突然就变高？而不是说150万我去干一个那个轰轰烈烈的生意，现在开个鸡排摊，好像那个超派鸡排加盟就200万了。没有，我们就做电商，就这样慢慢经营，慢慢做。中了就飞了，飞了之后再加码。富二代哦，我告诉你，他最喜欢这种生意，而不是说你有一个轰轰烈烈很伟大的计划，我要带人类上火星跟屁哈，那这种东西他觉得跟他没关系。你就说我有很多那个创业的计划哈，那他们的需要的启动资金都很小哦，但大概50万为单位哦。我自己也在存，反正我存到50万我就来做哦，然后没中我就是继续要再存个2-3年的钱，然后我就继续来做，就这样啊，速度很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加速这个过程哦，他就给你了，对你一年150万，你可以试3个东西，这3个牌子。比方说，你看到甜点有机会，你就做甜点；你看到香水有机会，你就做香水；你看到什么有机会，你就做什么。初期启动这就够了，然后都不需要去请人或者干。我们是电商的生意，你只要懂电商，你就知道初期人真的不用多哦。就这样，好，就这样子做。哦，他们最喜欢小额乱枪打鸟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啊，他出来成绩会很多。他曾经投资过的什么牌子不红也一样啊！电商的牌子你要红很难，我知道，但你要不死很简单。不死的意思是，你也没有实体店哦，人家在网络上查你还在，你 IG 还有在发 ，FB 还有在发，然后你官网也还活着，赖在问问题也还有人回，这样就好了。结果对应到你的那个实际的生意，可能员工早就都走了，剩你一个人，然后你就是一个货架就维持可以出货就好啊，客服看到就自己会，不会被绑在那里的。你生意好才会有海量的客服哦，你只要维持不死这件事情真的很简单哦。好，那就这样子哦。像我还接触过那个坚果哦，果干哦，这种都是人家想到就来弄个小牌子来慢慢看那个反应好不好。如果反应很好的话，好，那就在顺势加码，扩大广告，去开百货的花车快闪柜，都是这样慢慢做起来的，就够了。富二代最喜欢这种投资，而且他怎样看得见。如果你今天呢，你跟他分享的是说，那个我最近有一个那个精密金属仪器啥小有没的他就没兴趣了。他问你这能干嘛？
就是我们台湾的工厂啊的那个纺织工厂的机器上面的那个喷尼龙丝的喷嘴，那个喷嘴如果你去然后会固化会怎么样啊？那我现在研发出的这种溶剂可以怎样的？人家听不下去，所以我就说嘛，电商对富二代来说就是有天然的吸引力。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被看见，不管是他在跟人家炫耀的时候，手机拿出来查给人家看，查给朋友看，还是怎么样，很容易被看见。而且它消费性的东西嘛。那或是百货的花车就很容易被看见然后 IG 就看起来很有质感，然后他们最喜欢这种事情，看得见然后要的钱又少，然后就让你去乱枪打鸟他们最喜欢这样。回过头来，就我会奉劝各位创业者要把握要把握超哥这种人对啊，为什么？他勇于投资啊，我们又不是要去拐他的钱，要去干嘛的？我们只是说。这是个合作，你并没有低人家一等。他除了钱，他有什么？对啊，那这是个合作，就是一起来加速这个过程。未来2年3年里，我们就要乱枪打鸟5个品牌，就这样结果全部才花掉多少钱？200万、300万，这人家都 OK。我是富二代，我也 OK， 你知道？因为这看起来就很甜美，而不是说你要 all in 一把资源好几千万去苦熬一个，不用，我们就是乱枪打鸟，先做销售。后面才倒推到研发，先看什么东西受欢迎。我乱讲，比方说，我一样讲那个颜值最高的商品这个甜点蛋糕。好，甜点蛋糕有没有未被补足的品项？当然有啊，怎么会没有？世界各国这么多花花绿绿的甜点，比方说之前流行的达克瓦兹，什么东西，对不对？对我们没爱吃甜点的人，什么东西？而且不觉得甜点的品项一阵子红一次吗？千层蛋糕然后 Lady M 来了 ，OK， 好，这个山头已经被 Lady M 卡住了，更之前有马卡龙，然后千层，然后达克瓦兹，然后又有什么，就是有各种甜点都是可以去发挥的地方。那换句话说，千层蛋糕你就不能再做变化球吗？像我们有一个客户做，我觉得很屌那个送礼真的超他妈有面子，就是千层蛋糕彩虹，千层蛋糕你也知道，制作的原理就好像可丽饼这样子，一摊一摊。我讲可丽饼也不准，可丽饼好像台湾都做的脆脆的，反正就是很像春卷的浆，有没有？一摊一摊这样把它叠起来，这样叠起来就是千层。它的那个高坯就是用那个这样叠起来的。好，然后它就是每一个高坯就每一层都去用不同的，你要讲色素也行啊，因为那个什么水果的东西，他妈打进去那个浆里，它就是那个颜色。好，然后都用不一样。那就变成说，你这样一刀切下去，它侧面超夸张、超恐怖的，就是彩虹对，所以很美所以以前很成熟的甜点行业，可不可以来做这种变化？完全可以。为什么？这个就是红海竞争的策略。我不是讲股票上市的红海，而是讲说策略上红海、蓝海那个，就是说红海市场人家看到就不想去。觉得说太苦太累，但以我现在的行动来说，我全部只愿意做红海市场，我不想去做蓝海市场的原因我也讲给你听就是我经过思考之后，我发现好，红海市场的竞争是怎么样？就是你就做，你小小的，人家超大，这都没关系，你就等什么？等人家犯错，或是你弄出自己的彩虹千层蛋糕。好 ，OK， 一旦你这样子做了以后，那个市场都不用再教育，直接完全倾斜到你这里来。这真的会变成这样。我举个例子电动车好了，好，电动车有的车会怎样？那开一开之后它就爆炸。好，这我乱说的开开就爆炸。好，结果有一个小品牌电动车，它怎样就是不会爆炸。OK， 所有被教育过的那个车主就会倾斜，突然一大批都迁徙到你那里去。红海市场在玩这个东西，就是等别人犯错或你开发出了一个什么更好的优化，然后整块市场你也不用打广告，就突然就这整批都让你这里来，到时候问的是你有没有能力吃下来同理，那个彩虹千层蛋糕或甜点蛋糕还有非常多的啦，非常非常多。英国的甜点是不是琳琅满目的？德国也有德国节嘛，那有心去弄那个世界甜点料理大全，你都有机会去开发出自己的明星产品。那就看嘛，看什么时候红嘛，不小心红就红了对啊。那富二代就很高兴你跟他在追加要干嘛我跟你讲，他真的不是要你赚多少，他就是要有一个可以炫耀的成绩单。勇于投资是很珍贵的，也不能讲珍贵，就是说很稀有的品德。超哥就是这种人。我奉劝就是如果你有心里想要创业的念头，你又很精实的话，你不要上来就是什么1000万启动资金
你又很精神，我要做一个 IG， 我要做一个官网，然后画图我先用 Canva 解决拍照我先自己拍，再用 AI 组合。你如果是精实创业出身的这个流派，你这些东西你早就都会了。那我现在需要什么？我需要打样品出来，初期也都还不用请人了，大概30万，我可以把我的彩虹千层蛋糕的第一批产品先做出来，他就给你了。对啊，就这样啊，彩虹千层蛋糕那甜点超级多的，达克瓦兹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不是，也是后来就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之前还有肉桂卷都是啦，甜点真的是很深邃就做不完的题目在这边还会再诞生无数的 Lady M。那他们的起头你可以自己硬存然后来个粉身碎骨你也可以去找富二代的朋友来个精实创业，就让他们乱枪打鸟，就打打看，就这样啊。我还是认为超哥他有一个很稀有的品德，就是勇于投资，这件事情是好事，就真的是好事啊。我们要鼓励这种行为就让他一直去投那你在生活中、工作上也尽量去结交这些富二代的朋友。我跟你说，富二代的坏人没有那么多他们提防心很重，没错，有一点社会历练都知道，因为他就有钱嘛，大家都想要他的钱，他跟他混的好，他们提防心很重，没错，但是他们都是想要出成绩单的。那你找到这个勇于投资的富二代，真的是很不错的合作相信我，失败他也不会怪你，完全不会，因为他也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就这样给你参考看看。超哥是个很勇于投资、很稀有的品德这个千万要把握。我不是叫你现在去找超哥或怎么样，而是说你生活中你就留意一下一些隐形富二代，也没那么有钱，也没那么高调，其实他们也都很想出成绩单，去找那个各种靠谱的人的合作机会。初期他在投什么？投你这个人啊？你以为他在投你彩虹千层蛋糕？不是啊，他投你这个人啊，他觉得你靠谱，他就给你了就这样跟你分享。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澎、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